的炸衣是薄薄的那一种，吃起来都是肉感。最喜欢就是它的鸡腿，大只又多汁啊，而且它的炸衣都是薄皮的，吃起来但是蛮爽脆的。吃了2种炸鸡之后，感觉它的炸衣的盐巴混的蛮多的，因为入口是真的蛮咸味。但是觉得比较不习惯的地方就是它尾韵都会有种苦味出现。那炙烧鲑鱼吃起来还蛮像那种我们在吃鲔鱼罐头的味道，还蛮特别。可能是因为有鲑鱼肉还有细洋葱，吃起来蛮像鲔鱼罐头。那香料烤时说青菜还蛮清脆的，大概就是半生半熟之类。可是它的玉米笋是完全没有熟，吃起来蛮硬的。但欧文今天来吃呢，是选了第一批，中午11点就进来，所以它的披萨还有一些炸物都是热腾腾的，所以吃起来会比较好吃。那如果你是比如说比较中间的时间，比如说12点半啊，或1点，或者是下午，比如说6、7点来的时候，欧文就不保证会很好吃咯，因为那个时候有可能披萨是冷掉的。所以欧文建议你要来的时候呢，就要抢在刚开始营业的时候。嗨，朋友们，欢迎来到Tommy's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欧文。今天我们要高雄一家最新开幕的炸鸡披萨吃到饱，这里是许多年轻人聚餐跟庆生会来的地方。话说回来，现在吃到饱行业这么竞争，有 buffet、锅物、烧烤、韩式料理，满街都是啊。这间如何在美食圈突破重围呢？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，到底是派对盒子吃到饱，还是我们的钱包盒子越来越饱呢？那我们今天的假日费用是379元加上18付费，用餐时间为100分钟。哎，朋友，那老样子喽，在正片开始之前，请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那我们就开吃吧 ，Let's go！ 嗨，朋友们，今天好吗？再难都要记得微笑哦。我们今天来到新开幕的派对盒子吃到饱，它里面有炸鸡跟披萨哦，随便你吃。那我们再来看看它的外部环境，看起来蛮不错的哦。感觉很像文青店哦，那我们进去里面看一下吧。外面太热了。一进来里面呢 ，logo 设计的意大利的颜色，红、白、绿3种，里面感觉有设计过，蛮像那种婚纱店的。你有没有觉得？那我们进来它的内部咯，里面的座位区大概有10个桌，大概就是4人到6人一桌。那往旁边看它的餐台，进来首先映入眼帘就它的炸物有大概4、5种鸡拿棒、薯条、贝壳酥、鸡块。那在我们旁边就是它的主要的食材啦，通心粉、白酱的，再是香烤时蔬，这个吃起来稍微可怕一些，因为它的玉米笋蛮硬口的。再就是它的8种披萨咯，有洋葱蜂蜜，那这个蜂蜜还带点甜味，那它的辣椒又不会太过于辛辣，还不错。那田园洋葱、田园时蔬，吃起来就还可以了，一般般。那玛格丽特、夏威夷，然后炙烧鲑鱼，觉得炙烧鲑鱼吃起来有点像我们在吃那个鲔鱼罐头。还有松露海鲜，我觉得这个松露味还蛮重的，还不错。在我们旁边就是最后2种甜味，起司百花蜜。那蜂蜜甜味还蛮香的。最后一种是我很喜欢的幸福花生，因为欧文本身就是花生控。那大概它的主要的披萨8种就是这样子咯。自助餐台看起来不错。那它的饮料区在中间，有4种，一种是苹果醋，旁边是红茶、柳橙汁跟蜂蜜绿。它这边没有无糖的。在旁边就是气泡饮。浸泡饮，欧文最喜欢的可乐就 OK 啦。再往后面就是白开水，有冰的、热的、温的。那气泡饮的旁边就是日本北海道的冰淇淋，它看起来有8个蓝莓起司、巧克力、炼乳之类的。那这边还有雪碧哦。那旁边就是沙拉吧，沙拉吧有蛋菜，还蛮特别的。还有水果3种。百香果、番茄、凤梨，那旁边就是它的酱啦，胡椒酱、辣椒，还有一些香油辣的。那这餐具全部都在这边。在旁边有2种汤，一种是玉米浓汤，打开看一下，给各位看一下。哇，热腾腾的啦，感觉不错哦。那另外一个是罗宋汤，罗宋汤。做完的罗宋汤就比较少，会不会是昨天的呢？之后它甜点柜就比较很少，大概就4种，一个就是杯子蛋糕、年轮蛋糕，之后是
泡芙，就这样子。还有一个咖啡，那它内部环境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咯，看起来蛮漂亮的，很像个婚纱馆。OK。哎，朋友，那我们就把全部自助吧的披萨都拿回来了。我点了一个炸鸡，它炸鸡一份是3套件，有翅腿跟腿排3块，还有意大利面有3种，一种是白酱，一个是辣的，那另外一个是什么酱有点忘记了。那另外它的自助吧上面还有大概5、6种的炸物跟通心面蔬菜。那我们今天它的价位，如果是平日的话是329元中午，那其他的时间包含平日的晚上跟假日都是379元，用餐时间都是100分钟。之后如果你没有吃完的话，可能要付这个200元的餐食费哦。所以用餐的时候呢，我们要珍惜，好吧？那我们就开始享用咯。那我们先吃自助吧上的东西吧，烤时蔬。那香料烤时蔬的青菜还蛮清脆的，那还有一股淡淡的黑胡椒香气，带点辛辣。只是说它的时蔬大概就是半生半熟之类，吃起来蛮脆口，可是它的玉米笋是完全没有熟，吃起来蛮硬的，比较可惜。那旁边还有通心粉，起司口味。通心粉入口还蛮软嫩滑顺的，带着浓浓的起司香气，还有淡淡的黑胡椒香。之后它旁边的炸物还有洋葱圈哦。还蛮酥脆爽口的，经典的鸡块不能缺吧？旁边还有细长的脆酥，还有小巧可爱的金拿棒哦。我觉得吃起来蛮像紫色的地瓜球的，用南瓜贝壳酥做收尾。就喜欢那种绵密香甜的滋味。再我们尝尝今天的重头戏吧，披萨。那它台面上的披萨总共有8种，我们全部给它拿回来咯。我们现在尝洋葱辣蜂蜜。它的披萨跟披萨汉还蛮像的，这种厚厚的这种，后面会烤的焦脆，还蛮像饼干，蛮酥香的。那入口蜂蜜的甜味还蛮清淡的，还不错。之后辣椒的辛辣感会越来越明显。觉得辣蜂蜜真的还不错，咸甜的，再一个辣感，还蛮不错。3重奏旁边这个田园时蔬应该是素食口味，田园时蔬口感吃起来蛮清脆的，蔬菜再带点香甜，我觉得还可以了。那披萨因为都是刚烤好的，热吃还蛮好吃的，不会说硬口，还蛮软嫩的。旁边就是非常有名的玛格丽特啦，就是那经典的味道，蛮清香的9层塔香气，再带点起司的浓厚，还有番茄的多汁甜香，我觉得还蛮不错的。跟披萨哈真的蛮像。旁边的夏威夷是欧文最爱的之一。就喜欢这种咸甜的滋味，带点番茄的多汁不错。欧文手上的炙烧鲑鱼，我们来尝上一口吧。那炙烧鲑鱼吃起来还蛮像那种我们在吃鲔鱼罐头的味道，还蛮特别的。可能是因为有鲑鱼肉，还有细洋葱，所以吃起来蛮像鲔鱼罐头的。当然，旁边的松露海鲜也必须尝上吧。入口就有那相当浓厚的松露香气，我觉得那个应该就是香精吧，因为那么昂贵的食材应该不可能在这种300多的吃到饱会使用。我觉得还蛮滑顺。那如果它的海鲜块可以再多一点的话，应该会最赞。最后2种甜味，第一种起司百花蜜，看起来蛮朴素的哦。如果喜欢吃甜味的朋友，我觉得这个你应该会很喜欢。上面有一层厚厚的蜂蜜酱，可是不会说太过于浓厚，而且带点脆爽的口感。那我们最后一种甜味，幸福花生。花生酱的香气还蛮厚的，喜欢吃花生的朋友，你一定会很喜欢这个口味。旁边还有那个杏仁片，带点酥脆口感。
哎，不用，那我们8种披萨就吃完喽。欧文最喜欢的甜味大概就是花生啊，幸福花生，因为欧文本身就是花生控。那当然它的蜂蜜也是不错咯。那咸味的披萨，欧文比较喜欢松露海鲜，因为松露的味道是蛮迷人的。当然啦，夏威夷也不妨多让，随后也可以再补上一个玛格丽特，是更棒的哦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吃鸡块吧。哇，它的炸鸡蛮大块的，我觉得这个还不错哎。先吃腿，哇。这个炸鸡皮还蛮酥脆，那皮是这种薄薄的，还蛮 old school， 而且鸡腿还蛮多汁的，炸皮还蛮咸的。那鸡腿还在滴汁啊，还不错。哇，那鸡腿还蛮大只的，吃起来是相当的满足，非常大的鸡块，当然不能错过吧。整口都是肉，就是满足啊。吃了2种炸鸡之后，感觉它的炸鸡的盐巴混得蛮多的，因为入口是真的蛮咸味，随后那个尾韵苦味会出现，很多盐巴的那种副作用。最后一个，我们用鸡翅做收尾，哇，那鸡翅看起来蛮大只的。它的炸衣是薄薄的那一种，吃起来都是肉感。哎，不用，那我们鸡块吃完喽。欧文这3块最喜欢就是它的鸡腿，大只又多汁啊，而且它的炸衣都是薄皮的，吃起来但是蛮刷脆的。但是觉得比较不习惯的地方就是它尾韵都会有种苦味出现，真的是蛮可惜的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吃意大利面吧。欧文今天点的是白酱，分量其实也不小哦，在外面这样点一份应该要接近200块吧。它的面条还蛮筋道的，不会是那种软烂烂的，而且它的白酱也不会太过于浓稠，到后面还有一股淡淡的蒜香。虽然说不会太过于惊艳，但是吃起来也不会累哦，而且它的味道不会太过于咸口，但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太过于清淡了。哎，不用，那我们意大利面也吃完了，吃起来蛮滑顺的，那浓浓的奶油香气，吃起来不会太过于咸口，但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太过于清淡的啦。哎，不用，那欧文就吃饱喽。今天这一餐吃的是蛮丰富的，因为欧文最喜欢就是吃披萨跟炸鸡的，全部都实现在这里，价位蛮便宜的，379元，而且我觉得还不错，它的披萨有8种，不用说像欧文之前去另外一间拍，你要点一整块10寸的，全部都是一样的口味，吃完才能换下一个，吃起来负担有点大。那这边呢，它有8种放在架上，你每一种口味你想要吃多少自己拿，我觉得这样子是更贴近人心的。喜欢吃这种口味的朋友可以来这边试一下哦。但欧文今天来吃呢，是选的第一批最早时间，中午11点就进来，所以它的披萨还有一些炸物都是热腾腾的，所以吃起来会比较好吃。那如果你是比如说比较中间的时间，比如说12点半啊或1点，或者是下午，比如说6、7点来的时候，欧文就不保证会很好吃咯。因为那个时候有可能披萨是冷掉的，所以欧文建议你要来的时候呢，就要抢在刚开始营业的时候，比如说中午11点，或者是下午5点半这个时候啦，应该就是最好吃的时候了。那其他时间如果披萨冷掉了，就不保证会是那么美味咯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到这边，如果喜欢影片，请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我是懂历史欧文，吃货永远不到，我们下次继续大吃特吃，用胃探索世界，用嘴巴记录美食。你的支持是我吃下去的动力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